我就是传说中霸道总裁的女儿，3岁会电脑，5岁考哈佛，7岁就能研究出1纳米光刻机，如今18岁，这世上再没有人能与我匹敌了，除了我爸。女儿啊，你老爸徒手搓出来的这个宇宙飞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无奈，老妈又带球跑到外星球了。是啊，肚子里还揣着你弟弟妹妹呢，不知道路上会不会受凉了。还没生，你怎么知道是龙凤胎？这种逻辑 bug 在我们世界不是很正常。也是，毕竟隔壁雷剧。我爸开着他的宇宙飞船去追妻了，我带着秘书在9万平方米的房间内叹息，唉，太无聊了，要不我也追个夫？毕竟这个世界上什么数学、物理、天文都不及爱情，让人琢磨不透。我选中了隔壁南平异能文男主龙傲天的儿子龙小凡，本着追夫火葬场就该宣虐夫的原则，我把他打了一顿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哼，男人，你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更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抢了他的东西。雪冰凌，那瞬移石是我的机缘。男人，你要他做什么？是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吗？我告诉你，龙小凡，这瞬移，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。我瞬间把瞬移石收入囊中。我要杀了你！龙小凡周身闪电翻飞，噼里啪啦朝我冲来。我抽出新研究出来的迷你原子炮，轰的一声，把他直接轰成空气，死了。热武器 vs 异能少年，时代变了。杀了龙小凡后，我并不担心，毕竟他身为龙傲天的儿子，注定是男主，肯定会复活回来。就是等待的日子有点无聊，就算攻破了黑洞的难题，也难掩我的空虚。接下来要干什么来打发时间呢？我看到了一个与龙小凡长得很像的男人，他正被人欺负。你还以为你是秦家的大少爷？你爸已经死了，今后的秦家是我爹掌权。我看着他，他比龙小凡的头发长，眼角多了一颗泪痣，略有些瘦弱，被人揍得伤痕累累，却依旧挺直了腰背。他没有龙小凡的肆意，却多了几分隐忍克制。许是我盯了太久，身旁的秘书提醒道：大小姐，这不是龙大少爷。我勾唇，但追夫火葬场的小说里多一个替身的元素，似乎也不错。我走了过去，住手！哪个蠢货敢当本少爷？哎，冰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让秘书将秦炮灰扔了出去。我勾起了男人的下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冰凌小姐，我叫秦风源。哦，他们的声音也不一样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雪冰凌的男人，任何欺辱你的人，本小姐都会解决。他怔了一下，我勾唇，怎么不想夺回失去的一切？他垂眸不语。我便知他需要时间，便给了他我的名片，想通了就来找我。我再次见到秦风源的时候，他又在被秦炮灰欺负。别以为你长得像龙小凡就能攀上雪冰凌的高枝，那可是龙家的大少爷。你，我没有想过。住手！冰凌小姐，您怎么？秦炮灰被秘书扔了出去，我伸手想要扶住秦风源，你没事吧？秦风源躲了一下，侧过头，我并不意外，毕竟傲骨要折过几次才会向现实低头。我微笑，没有关系，我会等你心甘情愿的与我在一起，只有在那时折下，他才会乖乖的在我怀里绽放。而且按照套路，我与他一定会多次见面，都在他被欺负时，一如当初我爸妈的相遇。秦风源，上次只是你幸运，就不信你每次都能遇到。住手！冰凌小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呦，秦风源，这次一定……住手！哎呦，秦风源，我这次学乖了，不打算欺负你，但你必须下跪认错，我才肯救你。我来。住手！等等，怎么抢我台词？我可以自己滚。他滚远了，还挺识相。在秦炮灰的一再助攻下，我英雄救美了几次，与秦风源逐渐熟络了起来。我听说你妈妈生病了，我已经联系了最好的医生。冰凌小姐，我看着她，我记得当初冰凌小姐你一直追的都是龙小凡，只是后来他死了，我与他……
我突然黑了脸，谁允许你提他的名字？他笑了，带了点破碎的味道，我的心忽然揪了起来。我想夺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，也想将妈妈的病治好，请冰凌小姐成全。他将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十分温顺。我却不知怎么的，心里忽然空了一块，想抱着他填补空隙，却怎么也填不满。好，我替秦风远扫清了障碍，让他掌了秦家的权，他也成了我的金丝雀。3年时光如梭，我终于见到了复活的龙小凡。他手持大炮，周身闪电噼里啪啦，咬牙切齿。薛冰凌，要不是你把我轰成了空气，我也不会从一个细胞开始复活。让我我一把抓住了龙小凡的手，做深情懊恼状。小凡，他甩开了我。薛冰凌，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龙小凡了，我是龙大凡。不，这名字一点也配不上我女频男主的逼格。我对龙大凡穷追猛打，龙大凡却总想对我赶尽杀绝。他不过是我的替身，我一直想的都是你。杀身之仇不共戴天。但我心里一直有你，我一直等着你复活。从细胞开始复活的时候，被蟑螂追过。我忽然理解了，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我？杀你！我一直把你当成我追复活战场的目标，你却只当我是终极大反派。反派注定是要死。不过追复活战场也会有一个赎罪的情节，我只能认命叹息。如果我的死能换得你的原谅，那你来吧。反正我是女频女主，注定死不透。龙大凡却没有立刻动手，只是冷笑了一声，朝我身后看去。你想痛快死，没那么容易。5日后我再来找你。说罢便转身遁走。我立马转头朝后看去，见到了秦风远。我下意识的皱眉，谁让你来的？我只是想来看看我替身的人是什么样的。他笑了，不用委曲求全，潇洒肆意，快意恩仇，真是令人神往啊！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。风远，冰凌啊，谢谢你，只是我们该结束了。我很难受，我的霸总爸爸也垂头丧气的回来了。你没把我老妈追回来？伤害过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回来啊？没出息。但我好歹与你老妈有3个孩子。我摸了摸肚子，问：一个人能生出孩子吗？毕竟追复活战场少了带球跑，似乎就有点不完整了。不对，那也是要秦风远带球才能跑啊，我只能追。等等，为什么是秦风远，不是龙大凡？一定是龙大凡这名字太没有女频男主名的腔调了。5天后，龙大凡要来杀我，我的霸总爸也再度坐着他手搓出来的宇宙飞船 2.0 去追妻了。临走前，他语重心长道：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，好好保重。我感受到了父爱，但不多。我去赴了龙大凡的约，却只见到了秦风远，他伤痕累累的躺在那，浑身是血。你怎么在这？龙大凡伤的你？我去找他算账。不要！他虚弱的扯了一下嘴角，带着3分柔弱，7分落寞。我不过是大凡哥哥的替身，你又何必为了个替身与大凡哥哥生出隔阂？不值得。我心痛的无以复加，却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不行，你是我的人，这世上也只有我能伤你。但他好歹是你等了3年才等到的。他头一歪，嗝屁了。风远！在网文世界里，主角无论怎么作死，都能突破各种限制复活，但配角，我不愿接受。龙大凡，我要杀了你！龙大凡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挑战。他说：秦风远跟我做了交易，说以他的1次性命换你的1次血，还许诺了我不少好处，我答应了。男人不能言而无信，而且你也知道，我死不了。我冷笑，但我就要杀你千百遍，以解我的心头之恨。我可以帮你复活秦风远。什么？你只要认他是男主就行。我愣了一下，是的，这文可以是追复活战场，也可以是替身逆袭文。毕竟你又不是真的喜欢我来到了秦风远的身边，枯坐在他身旁，握住了他早已冰凉的手，想了许久，想起了与他第1次见面的场景，才不得不承认，风远，我好像从始至终喜欢的都是你。大小姐，这不是龙大少。但追复活战场的小说里多一个替身的元素似乎也不错。
3年后，秦风源终于在我与医生的共同努力下起死回生了。不愧是冰凌小姐，若不是你，这起死回生的医学奇迹也不会出现。耳边的恭维声有许多，但我眼里只有他。3年的时光太长，我有许多话想说，到嘴里却只剩下了恶狠狠的一句：秦风源，你现在的命是我的，我不允许你再冒险了。他笑却又哭了，甩开了我的手。放手！你为什么要复活我？我当初用命跟龙大凡换你一命，就是因为我的东西都是你给的，只有这条命是我的。我想偿还你的恩情，从此再不相欠。我忽然感觉自己的追夫路还没完。做梦！